家身体健康。第二个吗？大罢免大成功。好，第三个给自己。这周刚好是我的生日，希望我的愿望成真，特别是第二个愿望。这边也祝其他正在看节目的7月份寿星生日快乐。顺带一提，本月也是达赖喇嘛90岁大寿。有台湾民众前往印度祝寿，并线上秀有 Team Taiwan 的帽子、衣服，而达赖喇嘛开心收下后，直接将帽子戴上，帮台湾在国际上再次曝光，暖心。那本周影片一开始要带各位来关注一则国际消息 ，CNN 独家公布了一段录音，内容是川普曾在一场选举募款会中对赞助支持者们说，他在当第一任美国总统时，有当面告诉普丁说，如果你在我任内入侵乌克兰，那我会轰炸莫斯科。而一样的内容，川普也告诉习总说，要是中国敢入侵台湾，那他会把北京炸个稀巴烂。这论述去年5月就在流传了，当时中共国防部发言人还公开回应，骂川普丧心病狂。去年这事情，我想有些人不一定相信，虽然很像川普会说的话，但没证据嘛。结果现在录音档被记者爆料，那一起来听听川普是怎么说的。That he once had with President Putin. The audio obtained by the authors of a new book that is just out today. And for context, the president has long said that Putin would never have invaded Ukraine on his watch because of something he told him once privately. Trump had never revealed what that was. I had a very strong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he understood, and I won't go into the great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 because nobody has to know that. But I will tell you, it never, ever would have happened. I don't want to say it, but did they fear me? I suspect they did. Well, tonight we're learning those details as the audio reveals that Trump says that he threatened not just President Putin, but also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this is what he told donors about what exactly that conversation looked like during a private fundraiser last year. To Putin, I said, if you go in to Ukraine, we're going to bomb the shit out of Moscow. I'm telling you, I have no choice. The public wants it. The public. So he goes like, I don't believe you. He said, no way. And I said, way. And then he goes like, I don't believe you. But the truth is, he believed me 10%. I told you this. He believed me 10%. Then I'm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But I said the same thing to them. I said, you know, if you go into Taiwan, I'm going to bomb the shit out of Beijing. He thought I was crazy. He said, Beijing? You'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I said, I have no choice. I got to bomb them. We'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And he didn't believe me either, except 10%. And 10% is all you need. In fact, 5% would have been okay too. And we never had a problem. We would have never had a problem. The Trump campaign declined to comment on the content of what you just heard. 我自己听这段录音啊，觉得确实是川普会说的话，也符合他政治语言的风格，就是会用比较夸张、极端的论述来彰显自身的强硬。对付独裁流氓政权，讲道理是没用的，还不如事前说清楚，如果你敢，那我会怎样回应你。川普把疯子理论用到极致，强调只要让对方有5到10%的相信，就能吓阻。尽管说话风格浮夸，但结果来看，普丁确实没有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入侵乌克兰。或许普丁不相信，但他也因为川普说过这句话而列入评估。川普卸任后，普丁就在拜登当总统期间入侵乌克兰，这是不是巧合？我觉得见仁见智。但重点，现在川普又上任了，所有人都在看。我更认为，目前川普在第2任就任前，的确是认为自己可以处理这烂摊子。但我想他上任后，经过这段时间，川普自己试过后也发现真的没办法谈。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普丁目前的局面不只是简单的领土或军事问题，而是整个俄罗斯内部权力结构、民族主义、对外战略都绑在一起，停下来他权力就可能垮台，所以他没有回头路。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逃生一半没当甜了。如果今天是普丁还没下定决心开战的时候，川普这种疯子理论或许还能让他多算计、观望，甚至被迫妥协。但等战争开打，普丁已投入庞大成本，他就陷入了一个赌徒的心态，觉得自己不会输，谈判空间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才认为说，川普曾
曾经真心认为可以瞧，只是现在他也逐渐发现，当局势走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有人可以单靠个人魅力或谈判桌上一句话就翻转现实。那目前最新的情况是，川普又要军援乌克兰，后续会如何发展，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但必须得说，必要时川普是真的会出手的人。前阵子派 B-2 轰炸机炸伊朗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这录音目前对中共来说是有威慑存在，而且刚那段录音中，川普描述习总的反应，我觉得很好笑。北京，你要轰炸北京？听到这段，我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习近平当下可能还在跟翻译员重复确认，心想这翻译是不是乱翻？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川普的轰炸北京发言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这段录音在这个时间点曝光，对美国内部来说，肯定会被美国两党拿来做政治攻防。民主党可能会批评川普过于鲁莽，甚至会把他塑造成一个随时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疯子，而共和党内部的铁粉则会拿这段话当作只有川普有威慑力的证明，说明他才是唯一能吓阻独裁者的人。但对台湾来说，这段录音曝光最大的意义，并不是美国内部的选举攻防，而是等于让中共确认川普真的有这样的想法和威慑策略。之前中共可能认为川普只是在演戏喊口号，现在有实际录音曝光，证实他去年真的曾经讲过，加上川普派轰炸机炸伊朗一事，这都会让中共更清楚知道美国真的会有极端报复的讨论空间。即使这个威胁未必会100%付诸行动，但对习近平这种独裁者而言，只要有5到10%的可能性，就会迫使他们必须多考虑后果。这也是所谓疯子理论最核心的价值，不是让对手相信你一定会做，而是让对手不敢排除你真的会做的可能性。当然，各位台湾朋友听到这些也不能松懈，不能因为川普真的有这样说就放心，反而是我们自己更应该准备好，必须展现出坚定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都摆烂，对中共态度模糊不清，其他国家看了也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帮你？所以我们必须先团结，做到目前能做的事情，那就是清除国会的亲中立委，让世界看见我们的决心，也要支持国军备战。备战不是好战，而是增加敌人侵略的成本，让中共多评估一天，多想一天，台湾就又和平一天。7月26大罢免，投下同意罢免，就是展现出态度，告诉世界台湾跟中国不一样。不然放任蓝白立委动删国防预算，中共国防部发言人也顺着开记者会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有什么国防预算？蓝白两党配合中共唱双簧啊！事实上，正是因为台湾有国防预算，有武装保护自己，所以共机才只能在外面绕来绕去。虽然很烦，但没这些武装的话，共匪早就冲进来了。中共嘴硬说台湾不是国家，是你一个省，那你中共有收过台湾的税收吗？中共政权在历史上有1秒在台湾执政过吗？就没嘛。那是有人来领导门口话，讲这间厝啊是我一个房间，啊不过对方从来唔捌入去大过，水电钱嘛无拉过，连领导门锁拢拍袂开。啊，车门这种人话了再大声，你也感觉这间厝是伊的吗？跟这一样道理嘛。而台湾作为一个国家，这件事在民主国家眼中也是很正常的世界观。近期以色列议员访台，也都称呼台湾是国家，即便中共驻以色列使馆发言人听了气得跳脚，说对此坚决反对，提出严正抗议，说都是一小撮台独分裂势力在操控，巴拉巴拉巴拉。人家也根本不鸟你，因为政治就不是你的嘛，巨婴哦，哭就你的哦。中共如果带种点直接跟以色列断交，我还会尊敬你。不然美国也有民调显示，82% 的美国民众将台湾视为独立国家。那照中共逻辑啊，这些美国人应该也都是台独势力了，那看起来不像一小撮呢。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穿 T 恤为什么还穿个假宽肩啊？又不是穿西装啊？假宽肩是什么？我 Google 一下。哦，垫肩是不是？那你误会了，我的肩膀是靠重训练出来的。是假吗？假吗？但你这样说蛮好笑的啦，你是不是自己有在用？不然你怎么会这样想？抓到你会用那些东西来增加自信，我是没意见，但请你不要自己用那种东西装饰习惯了，看到别人真的也说是假的。而且如果你见到本人，我应该会比你对我的荧幕印象还要大只一点，因为我身高有186，除了重训也练泰拳，只是那些比较生活类的分享我都发在 IG 上而已。但好像也不能太苛责你啊，毕竟墙内很多东西都假的。中共说有言论自由，假的；中共说台湾是中国的，假的；中共说全中国脱贫，
你自己说啦，哦。甚至连中国食物都一堆添加剂，科技与狠活，连你们中国人都知道。目前中国是全世界食品安全排名倒数的，我们的添加剂滥用是排在全球第一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让大批的自己的人民吃科技和狠活，没有，而且还是得到允许的。为什么我们的鸡蛋出口不了，我们的月饼出口不了，我们很多东西出口不了？添加剂都是合法合规的，但你又不是吃一盆，既然是国家允许的，那都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别人的国家他就不允许呢？就因为咱们是铜墙铁卫，中国人的体质比别人好吗？这地方你们是需要思考的。其实它背后是有一套逻辑，叫破坏性重建，叫计划性报废。这时候还看到墙内甘肃幼稚园的儿童吃加工食品吃到集体铅中毒，铅中毒是会永久性造成大脑伤害，是会影响智力的。中毒严重一点，人直接没了都有可能。你活在墙内这样一个充满虚假的环境，好像也不能要求你改啊，因为或许你就是得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可怜呐，波特王你怎么还敢活下去啊？那你都还没死，我怎么舍得走？而且很明显，我不止活着，还活得让你每天惦记着。你是不是暗恋我？不过得客观说一句啊，人终有一死。要是今天我时间到了，登出人生 online 了，相信我所留下的反共精神遗产也会继续活在这世上。反观像你这种一事无成又没脸见人的假账，要是你今天死了，会有人流泪吗？好了，我想了一下，应该也是有了。好比我会笑到流泪，剩下大多数的人则是会笑着庆祝。人类的智商平均值也因为你的离世而有所提升，可喜可贺。我认为民进党就是现今台湾的敌人，绿营侧翼就是诈骗集团，是台湾的金人，青鸟就是一群憨鸟，跟憨川一样，推去前线当小丑当炮灰，无良网红就是一群舔狗，认同请加一。下面还有个人回你减一。如果你认为民进党是台湾的敌人，那你总要讲个原因吧，你要有论述能说服人啊，不然你既没论述又没逻辑，你不是连你口中的奸人还不如。你若是要批评民进党的施政，那当然可以讨论，毕竟每个执政党都该受到检验。但你说民进党是台湾的敌人，那你这种说法的根据是什么？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一直明确表态，台湾不属于中共。蔡英文和赖清德也多次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而真正威胁台湾主权与民主的，恰恰是想并吞台湾，禁止台湾人表达自己意见的中共政府。所以在我看来，台湾真正的敌人是中共。如果连中共是想侵略台湾的这件事你都分不清楚的话，那我就想请教你是从哪个平行时空穿越来的？但如果你跟我说你也知道中共要侵略台湾，那你想一下，现在是谁在国会里推动亲中法案？是哪些立委组团去拜见中共高官？要是真正的敌人你搞不清楚，连协助敌人动删国防预算的蓝白立委你也视而不见，那我想你才是台湾的敌人吧。然后还一直在我讲大罢免的影片底下留一些谩骂留言，那你很明显不是粉红就是蓝白吵了啊！我已经说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还是吵的，我没办法开导你，因为你比粉红还不如啊。Porter 老师的功力还不到那边，你这种可能要找法师，因为很像是中邪啊。小冯在墙内是因为中共的言论审查跟爱党教育的洗脑下，才活成那个样子，算是有个原因。而你是活在上网不用翻墙，身处自由世界的环境，但讲话跟思维居然跟粉红没两样，请问你是怎么办到的？抖音少刷一点啊，中天不要再看了。有些粉红看我影片久了还会反思，最后甚至醒来。现在还是小吵的，真的是连小粉都不如。我看你还留这种言论，可怜波特王，从欣赏到看不起你刚好而已。你一定不是我的观众，因为我最讨厌别人请了我。你是什么咖啊？不需要你的认同哦。而且你都承认欣赏过我，我是连看都没看得起你过。你谁呀你？不要太自以为是。刚好他看到推上有2篇中国网友回的文啊，很适合你这种反对罢免的草看。有个人发问说自己利用上下班时间在捷运车厢里安静的做一个觉醒公民，身上贴着罢免投不同意，说要大家一起努力把正常的台湾找回来。结果底下就有一位中国网友很凶的回他，要他别觉醒了，擦你妈！你连公民都不配，哪个公民不爱自己国家？你逼国民党、民众党那班狗对，每天阻挡你们军购预算，天天想着让中共花最少代价统一你们一起吃屎。你他妈别觉醒了，你觉醒了等于是丧失文道协会。这个文法绝对是待过深渊国才骂得出来的。由待过深渊国的中国网友来帮忙台湾除草，好有说服力，暖心。还有另一位啊，先是有个小草发文说想和对岸朋友请教当年文革怎么熬过来的，教教我们台湾人，我们正面临民进党式的文革。结果有位中国网友就转发贴文回说，请不要消费我们的苦难，谢谢。文革的时候有无数人逃港
港逃澳，你知道怎么逃的吗？冒着生命危险跳海过去的，多少人死在逃亡的路上。如果台湾真的是文革，你应该是不顾生命危险，偷渡也要逃走啊！现在台湾人赴中国定居很方便，你想要就快来，对嘛？你们那么不满就过去嘛。墙内的人看得比你还透彻，现在还是小吵的，真的要加油啦！下一则，找一堆青鸟用简体字反串评论抹黑，这就是民进党铲除青鸟最会的事。我根本不用做这种事啊！我即便频道1周只更1次，也一堆像你这种87粉红来顺口。而且若照你这么说啊，那你现在不就是我找来的演员？抓到米鲁华了，居然在这边协助台独分子，建议其他小粉红赶紧去举报他。不喜欢你这种傻傻的绿鸟，只是看你比较帅，影片比较好笑，希望你反思自己立场，不要继续如此错误地不加思考舔民进党和川普。我的立场就是反共挺台，如果这个立场会让你觉得是在舔民进党跟川普，那你不就是在告诉大家他们也反共挺台吗？不然为什么反共却没有被你说是舔蓝白两党？但你的言论真的很矛盾，你第一句先说不喜欢我，但后面又说觉得我帅，影片又好笑。如果是我啦，我讨厌一个人或不喜欢他的政治立场，那基本上我不会想看他影片，即便是偶尔被演算法推到有跳出来，我也是连点都不点。但你不止点了，还看了，看完还觉得我帅，还称赞好笑，并专程给我留言，嘴巴上说不要，身体倒挺诚实的嘛。这说明一件事，你不喜欢我没错，因为你是已经爱上我了。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说，你这粉红酸民体质一时还是嘴硬想反驳，说哪有什么理由爱上我？但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这位小粉，如果真的想跟我告白，可以考虑去天安门广场举白纸直播给我看，那样的话，说不定我会紧张到心跳加速，被你的勇气所吸引。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我是波头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YouTube 频道会员支持这个单元运作。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